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星期二，是3月31日，也是3月的最后一天。本来呢，今天呢是想在家里录这期视频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天气还不错啊，那么我想到海边来看看。我原来每天录视频的那些位置呢，由于今天就是西班牙的我们这边的学校啊，集体都在罢工，所以呢，就这些地方现在都被孩子占领了啊，就家长没办法嘛，只能把这个孩子带到外面来玩，因为罢工了嘛，那学校就不上课了，就等于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，我们还是想聊一聊关于美国股市，关于数字货币和相关一些股票啊，一些这个分析。因为重点呢，想讲一讲这个巴菲特啊，就是股神巴菲特，这两天呢，他又出来发言了啊，他讲了一些我觉得非常重要、有意义的话。那么我也想给大家解读一下，然后聊一聊我的看法。那么上一期视频呢，我就讲了啊，我说这个美股呢，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跌，并且呢，我们要做好就是它还要大幅下跌的一个思想上的准备啊。虽然未必它一定会跌的那么多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准备，尤其是在资金管理上，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风险啊。那么昨天呢，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一天，就昨天美股还是继续下跌，并且跌的也挺厉害的啊。所以我想很多就做美股的股民啊，或者说啊投资比特币的，因为比特币这两天也在下跌，大家呢肯定是心态上啊会有一些不好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呢啊，我出来之前，我这边现在是那个欧洲的下午的6点钟啊。今天我出来之前呢，那个美股是上涨的，现在呢应该也是在上涨，就整个指数啊，还有一些股票都在上涨。比特币呢是在下跌啊。那么截止我出来之前呢，它还是上涨的。我觉得呢，这个今天应该是会保持一个上涨，但那个是一个有限的反弹呢，还是整个股市要趋势转变了呢？啊，这个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观察啊。那么先讲一讲这个巴菲特的发言啊。那么巴菲特他表示呢，他说他虽然已经卸任了首席执行官啊，就是他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这个公司，但是呢，他仍然呢深度的参与这个公司的投资决策啊，他这个用词是深度参与。那实际上就是他讲话还是非常有分量的，对吧？因为他刚开始他发布了他说他退休的那个言论以后呢，其实这家公司呢，股市是下跌的啊，市场上就是对这个新任接班人的信心啊，尽管巴菲特也说了啊，就是说对他这个接班人是非常有信心的啊，但是呢，市场上起码还是啊给出了这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。他说，但是呢，当前的市场估值呢，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这种出手的买卖的标准啊。所以呢，尽管现在呢，他们公司有3500亿美元现金的这个资金，但是呢，他们仍然呢要等待一个更大幅度的市场下跌呢，才会大规模的去布局。就是说，要等到他们买入，那现在的下跌是不够的啊。那么在星期二呢，他接受了 CNBC 的采访啊。他说，最近呢市场有一些波动，但是呢和历史上真正的买入良机比呢，他说不值一提。他说伯克希尔哈撒韦呢，就历史上有3次呢经历50%以上的跌幅啊，而这一次呢，他说什么都不算啊。那么其实他给了一个指标，对吧？这个指标是什么？这个指标就是他自己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跌幅达到50%左右。那么，起码我们学到了一点，就是当这家公司跌到50%左右的时候，
那我们可以重仓，对吧？就全力买进，是吧？那么问题是，这个是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哈撒韦，如果后面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呢，就是不是还能用这个指标来判断啊？这个又要再考虑，是吧？啊，但是有一点就是，巴菲特他现在的这种说法呢，和我之前的那个视频的思路呢，其实是比较吻合的啊。因为我之前也说了，我说现在其实还算是一个没有跌到底啊，有可能抄底，你会抄在半山腰，就未来的跌幅还是会有很大的啊。就跟伯克希尔哈撒韦跌50%来讲的话，那现在的这个跌幅啊，真的什么都不算啊，什么都不算啊。那么他们呢，最近呢，他说他完成了一笔很小的投资啊，他就是在美国财政部呢，他买了170亿美元的国库券啊。那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笔很小的投资，170亿美元对他这个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忽略啊。然后呢，在苹果公司这个持仓问题上呢，巴菲特他就认为呢，他说他卖早了啊，他说价格如果还会再低的话啊，就很低的话，他还会大举买入苹果公司的股票啊。他说苹果呢依然是他们公司呢最大的单只股票的持仓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其实他的公司还是拥有苹果公司的股票的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言论呢，我们要谨慎啊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仅仅现在看，可能就觉得，哎，这苹果公司是不是还有涨幅？它卖早了，那说明还要涨咯，是不是？现在还要买进去，对吧？但现在股价其实已经在，就所有的这个公司的股价已经在历史的高位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开来看啊。我觉得这个信号并不是一个说现在是个买入的信号，这个应该是说等待的信号。就如果等待，你可以跟巴菲特一样等待，它继续苹果大幅下跌了，你可以买进去。但是现在啊，我觉得，即使苹果依然会上涨啊，我们还是要谨慎啊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了一些啊，他说他今年年初呢，就2026年的年初呢，他把这个 CEO 的职位呢就交给了接班人，但是呢，他现在还是每天到办公室啊，和同事呢一起处理交易，然后呢，对投资决策保持就是亲自的这种参与啊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安抚一下市场吧，我觉得是安抚市场啊，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公司啊。然后呢，他说对当前市场呢明确表示谨慎啊，明确表示谨慎。他说我不会为了博取5%到6%的指数的反弹收益呢而入场。那么指数的反弹5%、6%，应该就是像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标普指数啊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指数。那么个股呢，有可能会有10%到20%左右的这种反弹，对吧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种5%到6%的反弹，他不会买的，就现在，并且呢，他觉得现在市场也不便宜啊，就股票不便宜。那么他说这个5%到6%的反弹呢，那我们可以理解为近期是不是会有一些上涨，对吧？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把这个幅度呢认为是5%到6%啊，那说明就是说跌到现在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啊。当然这个是他的假设，并不是说这个市场一定会指数上涨5%到6%，对吧？这是他的一个假设啊。他说伯克希尔啊，到去年年底呢还有3700亿美元现金啊，主要呢他说是以国库券啊，就美国的国库券形式呢持有的。那么他这周呢，他说还是买了170亿美元的国库券，所以呢，他说他是考虑稳健防御的资产的配置的立场啊。他说，只有当市场出现大幅下跌，才会动用这笔庞大的现金储备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就要看了。首先就是观众啊，就你们看我的频道，大家如果是做美股的，你们觉得巴菲特这个言论准不准确？会不会市场要经历一个大幅的下跌？就是以他的公司作为指标，会不会
经历，对吧？那有的人觉得巴菲特啊老了退休了，跟这个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，他不是这个时代的王者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的言论不值一提啊，他只是他现在自己在那边说。那也有的人觉得呢，巴菲特毕竟是股神啊，在美国投资历史上，目前成绩也是最厉害的，并且呢，这个去年啊，他也在川普还没有发动这些关于什么伊朗啊，或者发动这些关于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委内瑞拉啊这些行动之前呢，他就买入了西方石油的股票，对吧？他就暗示着能源股会上涨，对吧？那么虽然我在我的视频就在川普还没上台之前，他竞选刚刚获任的时候，我的视频里面我也提过，我说这个能源的股票啊，或者英特尔，或者是那个波音飞机啊，这些美国价值的股票会上涨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我当时的思路跟他想的并不是一样，因为我肯定不了解，就起码我肯定不可能像他一样，真的会判断到有这样的军事行动，是吧？啊，我当时想的只是就是说，因为右派上台一般就会比较在意这种啊，就是说重资产啊，然后就是说确实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上的这种东西啊，所以就是这当时是我的想法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要有判断啊，大家自己的判断啊，我只是讲讲我的看法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呢，他还聊了一聊啊，再次聊一聊苹果。那么他现在呢，其实还是持有苹果的股票的啊，他现在还持有600亿美元的苹果股票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尽管呢，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呢，他们在苹果投资，在苹果这个股票上投资呢，已经盈利了1000亿美元啊，这个是很厉害的啊。然后苹果的股价呢，也从高位呢，到现在呢，它下跌了差不多是14%啊。道琼斯和纳斯达克的这个综合指数呢，也已经在技术上啊，就变成了一个回调啊。所以呢，巴菲特认为现在苹果呢就不足吸引人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就是他对苹果这番话，我前面也说了，因为他现在手里还有那么多的股票，对吧？也有可能他说这个话是想拉一拉股价，他可能还要出手，因为等到苹果又涨上去了，你看到一个新闻啊，你看到新闻不是巴菲特大幅买入，看到是巴菲特啊又卖掉600亿的股票，他又把这股票给卖掉了，就像他上一次卖掉苹果，然后买入了一些谷歌的股票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觉得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判断啊。最后呢，他对这个降息表态呢，啊，他表态就是说很谨慎啊。他说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啊，他说如果他自己在美联储，他也不确定是否会选择降息。主要呢，关注点呢在于通胀的走势啊，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啊。那么他呢没有明确的，就是说美联储应该降息或者不应该降息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说的是不确定是否应该降息。其实呢，变相的啊，就是等于暗示他其实就是说，有可能也不降息啊。那么如果降息呢，对整个趋势是对股市、对这个比特币什么的都是重大的利好，对吧？但是他现在说不确定，那也有可能他预判不会降息，那美元有可能再次走强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对股市来讲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了。但总的来讲呢，就是他的这番话呢，我的解读，我认为他还是暗示啊，就美国股市呢要陷入一个回调啊，就不会是跌到现在就为止了。当然了，我上期视频其实也说了，那么周期性的这种大趋势的上涨呢，可能还没有到来，但是呢，有可能它反弹到一定的时间，然后再开始一个大幅的这个下跌，对吧？这个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啊。当然了，就是说也不能说
他说的就一定是100%准确，这只是他的一个判断，对吧？啊，反正这两天吧，就是比特币啊跌得也挺惨的，从最高位涨到76000吧，现在又跌回到66000、67000左右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调整的幅度很大，但是呢，我最近呢，我也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呢买了一点点的那个狗狗币啊。我本来想买特斯拉的，就我想看看特斯拉怎么样，我就想观望。但特斯拉跌的实在太慢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又看了一下这些币，这些币呢，当然了，就比特币什么的，我是买了一点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好玩嘛，是吧？我就觉得，哎，狗狗币可以。我觉得狗狗币呢，它在未来它翻倍的速度啊，有可能要超过那个特斯拉。当然我这个是小的资金啊，就如果说我10%、20%的资金，我可能都不会去买什么狗狗币的，对吧？我可能比如说拿个几百欧元啊，我买了一点玩一玩，是吧？啊，因为就好玩嘛。然后我认为马斯克呢，他拉狗狗币的这个概率呢很高，因为首先呢，狗狗币呢，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价格。第二点呢，马斯克呢，他马上要把他的 X 这个社交平台呢，就要把它增加金融属性，增加这个支付的这种属性。那有的就觉得呢，有人就觉得啊，他会用这个狗狗币作为什么打赏啊什么的这种可能性啊，所以呢，就是我就觉得呢，现在这个价格买一些啊，因为特斯拉，说实话我也不会去重仓的，就它现在在这个价位，我只会选择就是说。观望啊，就特斯拉如果回到比如说200以下，我可能会考虑，但我也觉得就总的来讲我不会去买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算回到200以下，它上涨的空间，它能涨4倍5倍吗？对吗？它特斯拉它给你回到200，它给你涨到600，啊2-3倍，可能也要等很久了，我觉得啊，而且那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，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世界的形态，对吧？在当前的世界的这种氛围当中，肯定是不现实的啊。但是狗狗币啊，要拉盘就没有那么难了啊，有可能就是比特币一起来，那么这个狗狗币啊，从现在好像是就是0.09就1毛钱，0.1元美元都没有的啊！但我认为它有可能会涨到0.2美元啊，对吧？这个有可能它涨上去概率是有的啊。那翻倍，或者说好的话给你翻个2-3倍，对吧？啊，反正就买一点娱乐一下吧，啊，也挺可爱的，对吧？就想的是这种心态啊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，那么也欢迎大家呢，针对这个巴菲特的言论啊，给出你们的一些看法，好吗？谢谢。